外人会觉得练琴不就是坐在那里，坐在钢琴前面弹弹弹吗？可是其实练琴的本人会那个拍子好难哦，那个和弦好难哦如果它就像吃饭一样简单，要你每天去做个10分钟，大家应该都不会觉得很难执行吧？有的人会想象是每天至少要练半个小时以上，你每天可以从5到15分钟。我刚刚有讲过，这个风险会比较高一点点，因为单方面学习跟练习就是没有人可以修正。Hello，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难练琴的2大原因，还有要怎么克服它。我相信上次大家看了那一集以后，应该都已经理解到老师们存活下来有多珍贵。可是可能在练琴部分有一点点力不从心，所以这一集我想要帮你们解决最难练琴的2大原因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虽然外人会觉得练琴不就是坐在那里，坐在钢琴前面弹弹弹吗？可是其实练琴的本人会想到的事情是那个拍子好难哦，那个和弦好难哦，那个乐理好难哦，就是不是外人看到的这么简单，这个我很能理解。所以让自己去练琴的这件事情难，就是难在练琴，因为它有难度。如果它就像吃饭一样简单的话，那要你每天去做个10分钟，大家应该都不会觉得很难执行吧？所以难让自己去练琴的第一个大原因，就是觉得练琴正在学到的某一个部分很困难，有可能是拍子、节奏，或者是灵活度，或者是乐理都有可能。还有第二个原因，就是会觉得时间要花很久，花时间的那个门槛很高，所以就造成大家一想就会负担很沉重，然后就难去执行练琴这件事情。这2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？如果你是第一种人，你觉得某一部分有很困难，所以你在忙的时候你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处理这个困难的部分的话，那你就更应该要上课，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跟你再一次的面对这个关卡，然后会帮你再处理一次。如果不上课的话，反而会是一个恶性循环，然后卡着你的东西也会再卡得更久，等于是你省了1堂课的钱，可是会浪费了你原本可以进步的时间。希望大家也不要觉得自己学琴的时间是无限的，我观察起来大部分的人学琴的时间是有限的。举例而言，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你可能上国中了以后，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学琴了，因为课业会太忙，所以有可能是只有国小这6年可以学，或者甚至是中年级以上了你才开始学。如果是上班族也一样你可能是在结婚之前才有空，可以有自己单身的生活，可以学自己想学的东西，这个时间它也都是有一个限度的。其实你一整个人生里面能够学琴的时间就是大概这2-3年。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会帮助你回忆上个礼拜你学的东西，然后再帮助你修正，帮助你的练习方向是正确的。不要练了错误的肌肉，把错误的动作给练熟了。练错肌肉这件事情是学生们最大可是自己最不容易发现的危机。像如果用 App 来学钢琴，其实也是会有同样一个问题，就是 App 可以教你看谱，然后跑着让你练，可是不会有人告诉你的姿势是哪里做错了。姿势做错的时候，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动作就是不灵活，甚至比较糟糕的话是可能会造成你的受伤，还有你心灵上的受伤，因为遇到了一个瓶颈又不知道怎么克服，那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就是克服不了吧，这个就是一种心灵上的受伤。另外上课的时候通常也会帮助你想要练习，因为老师通常都会有一个本领，就是可以帮你把音乐演奏得很好听。你听了老师那么好听的音乐以后，就会鼓励自己想要跟着练，这个其实是好音乐的其中一个特点。好音乐它会传达出一种想要让人家共舞的情绪，所以就很容易让人家很想要一起合奏合唱之类的。这个也是上课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。再来是我们刚刚第2个讲到的问题，就是时间问题，会觉得
练琴的时间那个门槛很高，有的人会想象是每天至少要练半个小时以上。可是我会建议你，如果你没有要用音乐赚钱的话，你每天可以从5到15分钟当做基础的练琴时间练起来就好了。想要加强的话，可以再加长。你知道10分钟其实很快吗？大概像是你吃个饭，然后上个厕所，还有洗个澡，差不多就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做完的。所以呢，除非你是读书读到都不想要吃饭、洗澡、上厕所，不想休息，否则的话，你把这一种短短的时间的感觉挪到练琴去，15分钟帮助就可以很大了。下一集我会更详细的解释为什么，这个跟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有关系。而且啊，如果读书读累的话，换一个模式也会帮助大脑去吸收内化你正在读的重要的科目的内容。主要是因为读书的时候，它是一种集中的专注的模式，然后练琴有的时候可以进入发散模式，要取决于你练的那一首歌的位阶不太一样。所以如果刚好是你练琴可以进入发散模式的话，那你读书专注完以后进入发散模式，它对你的读书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有的时候像一些想不通的数学题啊，可能经过发散模式以后就会想通了。所以练琴跟上课是2个不同功用的事情，大家不要挂钩在一起，觉得没练琴等于不应该去上课。我再补充一些我自己学习的经验，还有观察学生的经验。效果最好跟效果最差的排名是这样：如果你每天少量多餐的练5到15分钟，甚至你一天可以练2次10分钟，2次5分钟，这样子都可以。不过我是觉得一天练1次5到15分钟就够了，然后你加上上课的话，这样子是我觉得效果最好的状况。那如果你没有练的话，至少也是要上课，这个已经讲过很多原因了。如果是这种有练然后你不去上课的话，我刚刚有讲过，这个风险会比较高一点点，因为你练错了肌肉动作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甚至有一些人是学错了乐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的。因为单方面学习跟练习就是没有人可以修正，这样子其实都有可能会伤害到你对音乐的兴趣，或者是你真的是肌肉练习错误有受伤。最后效果最差的当然就是你不练加上不上课。最后我想要讲一下，真的可以不用上课的人有哪些。就是你如果真的很知道要怎么做，你的音乐性姿势完全都没有问题，也没有忘记，只是不熟练，那你的老师也完全不介意你不上课，而且你也不需要你的老师来演奏美丽的音乐来帮你增强动力的话，这种人是不上课比较没有关系的。所以没上课的好处就是省了1堂的学费，可是你可能不了解对自己的其他损失更大，然后老师有可能也不好意思跟你说，所以我会想要录影告诉大家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希望可以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有兴趣的人。希望大家都学着正确弹得开心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